中国男足的新主帅正式官宣，伊万科维奇正式上任。他与中国足球的渊源颇深，执教过伊朗、阿曼，做过中国队的对手，执教过鲁能泰山，夺过冠。那他究竟算什么级别的教练？我是足球八卦区老新人足球司机韩，本期视频我们一起聊聊国足新帅伊万科维奇。相比于后来的执教生涯，伊万科维奇的职业球员生涯很专一。1973年至1985年12个赛季间，一直在南斯拉夫联赛的瓦特克斯效力，作为一个前腰，共为球队出场263次，打进31个球，算是中规中矩吧。随后顺其自然地成为教练，在国内不同的俱乐部蹉跎了几年之后，他遇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贵人布拉泽维奇。这位克罗地亚功勋主帅在98年1月份正式把伊万科维奇拉到国家队做自己的助理教练，一起创造了克罗地亚98年世界杯季军的辉煌。也正是因为这个资历，伊万科维奇99到00赛季离开克罗地亚，去隔壁德国执教了当时在德乙的汉诺威96。但在冬歇期过后的2月份，伊万科维奇就下课了，又是布拉泽维奇重新把他拉回到克罗地亚国家队当助理教练，还在离开克罗地亚国家队去往伊朗当主教练时，依然把伊万科维奇带着。正是这个提携，让伊万科维奇的后半生一步一步成为亚洲区的名帅。2002年世界杯亚洲预选赛，亚洲 2.5 个名额，中国占据1个，和沙特同组的伊朗是那 0.5 个。在附加赛上不敌爱尔兰国家队，被淘汰出局，布拉泽维奇宣布辞职，伊万科维奇替代他，成为了伊朗国家队的主教练。04年亚洲杯正是他的带领下，与中国队激战了120分钟，打成1-1，最终在点球大战输在了刘云飞的神奇一扑下，目送中国队进入决赛，而伊朗最终获得第3名。虽然亚洲杯被咱们击败，但是伊万科维奇带领下的伊朗在随后的世界杯预选赛上却把咱们甩得很远，在咱们和香港打默契球，却掰着手指头也没有算明白，最终连8强赛都没能进去的情况下，伊朗一路平平坦坦顺顺利利进入8强赛，并以绝对优势和日本携手进军世界杯。但那个时候亚洲的强队到了世界上就很难有什么表现。伊朗在世界杯上与墨西哥、安哥拉和葡萄牙一个小组，1平2负，进2球丢6球，小组垫底，还见证了 C 罗在自己身上拿下第1个世界杯进球。世界杯之后伊万科维奇卸任，休息了几个月，就入主克罗地亚劲旅萨格勒布迪纳摩。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萨格勒布迪纳摩在他接手后的第1个赛季的剩余比赛未输1场，其中在克罗地亚甲级联赛上保持全胜，并一直延续到下个赛季的前8轮，连胜场次是28轮。但是由于萨格勒布迪纳摩是克罗地亚联赛的霸主，俱乐部高层很自信，要插手很多事情，这种成绩打底，俱乐部也就说开就把他开了。08年初，伊万科维奇被炒鱿鱼，而接替伊万科维奇的索尔多干了4个月也撂挑子辞职了，又得把伊万请回来又不好好过日子，还没到12月份，伊万科维奇又辞职了，主打就是一个折腾。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伊万发掘了一个瘦小的年轻人叫莫德里奇，还买过来一个年轻的大高个叫曼朱基奇。心累的伊万科维奇休息了1年，也许他意识到亚洲才是自己真正该去的地方。09年底失去图拔的山东鲁能联系上伊万科维奇的时候，双方一拍即合。相对于图拔，伊万更加注重细节和纪律，你可以少动脑子，但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他对于球员的作息等方面做了严格要求，球队在比赛态度、无球跑动上有了明显的提升，因此配合变得更流畅、更有效率了。而且虽然伊万是个文质彬彬的绅士，也很好说话，但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人，关键时刻随时变身，疯狂伊万。主场对阵广岛3剑的比赛，最后放手一搏的伊万祭出了4前锋战术，搏命呗。而主场对阵大连实德，先丢1球，莱昂和卡洛斯2名外援先后因伤被换下，情况十分凶险。下半场一开始，伊万就用完了球队的所有换人名额，还留什么后手？错哈！最终安塔尔和韩蒙先后进球，逆转了比赛。黎巴嫩人甚至兴奋地在镜头前爆了一句正宗的中文粗口：敢于拼命，敢于胜利。鲁能当年获得中超冠军，实至名归。伊万科维奇也居功至伟，而且他在球场上也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假客气。最后一轮比赛，鲁能主场迎战上海申花，已经手握联赛冠军的伊万对阵自己的昔日恩师加贵人布拉泽维奇所执教的上海申花，最终鲁能以5-2的比分大胜对手。但当时的伊万科维奇有个问题，就是威严不足，更像个技战术指导顾问，而并非球队掌控者。当球队有高度渴望的共同目标一致向前时，伊万科维奇在技战术上的作用很突出，
当球队取得一定成绩，球队里上上下下的自信增加了，想表达意见并付诸实施的时候，伊万科维奇就控制不住了。在山东鲁能的第2个赛季，自打自马嫩鲁能成绩就直线下滑，伊万科维奇离开了。2011年7月，执教沙特伊蒂法克俱乐部，带队拿到联赛第4。赛季结束后下课。2012年5月，执教阿联酋阿尔瓦赫达俱乐部，带队拿到联赛第7。赛季结束后下课。2013年9月，重回萨格勒布迪纳摩，但带队踢了8场比赛后被解雇。面对这种情况，伊万赋闲1年半，总结过往经验，升级打法。直到2015年4月，他重新出战执教伊朗波斯普利斯俱乐部。这次他在任上足足做了4年，直到2019年6月才离职。而2016-17、2017-18两个赛季还带队拿到了伊朗联赛2连冠，连续2年闯入亚冠4强，一共赢下7座冠军奖杯。而这期间，俱乐部还流失了包括塔雷米、瓦希德阿米里、穆萨尔曼、艾哈迈德扎德和穆哈拉米在内的多名主力，难能可贵。不过历史总在不停的重复，功成名就离开伊朗的伊万科维奇又在沙特栽了一个跟头。这叫沙特阿尔阿赫利队，带队只踢了5场后就被解雇。现在的足球充满铜臭，俱乐部商业味太浓了，还那么自以为是，老子不伺候了。伊万科维奇将目标转向了国家队，阿曼是个好选择，有一定基础，但国家队成绩一般，还不如中国，有上升空间，适合。从2020年开始，伊万科维奇执教阿曼，世界排名从82提升到80，这也没什么变化呀。从刚刚结束的亚洲杯情况看，确实表现一般。率领阿曼队出战卡塔尔亚洲杯前，伊万曾表示，球队目标是努力拿到所在小组前2名，晋级淘汰赛。但阿曼队的表现未达预期，小组赛仅拿到2分，无缘晋级。也因此1月26日，阿曼足协官方宣布与伊万科维奇合同到期，不再续约。就这样，克罗地亚人成为了卡塔尔亚洲杯第1位下课的主教练。但4年时间，伊万科维奇麾下的阿曼还是踢出来不少值得称赞的比赛。2022年，伊万科维奇在强调中国远比阿曼强的情况下，2比0战胜中国，让中国以10场比赛只赢1场，结束了自己的12强赛之旅。而阿曼4胜2平，积分是中国的2倍多。其中在12强赛的第1轮，阿曼就在88分钟绝杀日本。本场比赛常有右都还有一个疑似禁区内手球，没有判罚。从过往来看，伊万科维奇一直是个温文尔雅的技术型指导者，在技战术的应用和细节的调整上有独到之处，应该能发挥国足应有的技战力，对亚洲足球足够熟悉，或许也有很大的加成作用。但他的性格是不太适合应对复杂高压的环境，而各方面需求盘根错节，正是我们国足的特点。如果没有长袖善舞的应对，很有可能重蹈之前的覆辙，成为替罪羊，黯然离场。但我们只是把国足的希望寄托于一个主教练的话，本就是空中楼阁，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是足球司机韩，客观看足球，理性扒真相。如果您还喜欢这样的视频，不妨关注点赞，咱们随时聊。